Humane 成立于2018年，是一家总部位于旧金山的科技创业公司，致力于开发可以替代智能手机的创新设备。Humane 由前 Apple 员工 Bethany Bongiorno 与其丈夫 Imran Chowdhury 于2018年创立。《华尔街日报》将他们描述为夫妻联合创始人。Bongiorno 担任 Humane 的 CEO， 此前在 Apple 担任软件工程方面的工作，负责 iOS 和 macOS 的软件项目管理。Chowdhury 担任 Humane 的董事长兼总裁，此前是 Apple 人机界面团队的设计总监，参与了初代 iPhone、麦金塔电脑、iPod、iPad、Apple Watch 等产品的界面设计工作。Humane 的首席技术官是 Patrick Gates， 此前是 Apple 的高级工程总监。2023年3月 ，Humane 完成了1亿美金的 C 轮融资，其历史投资人包括 Salesforce 首席执行官 Mark Benioff、Kindred Ventures、SK Networks、LG Technology Ventures、Microsoft、Volvo Cars Tech Fund、Tiger Global、Qualcomm Ventures 以及 OpenAI 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 Sam Altman， 累计融资金额达2.3亿美金。AI Pin 是公司推出的首个产品，一款定价$699的设备，外加每月$24的订阅费，被宣传为一种全新的便携式人工智能助理设备。AI 助手能够通过语音命令进行网络搜索、通讯、场景识别以及实时翻译。设备内置摄像头，可以别在衣物上，并通过激光投影在用户的手掌上显示交互界面。然而，该产品在发布后受到了 The Verge、Fast Company 等知名媒体的广泛批评。Marques Brownlee 以 MKBHD 为人熟知，是一位极具影响力的 YouTube 科技评论家，拥有超过1800万的订阅者。他以深入坦率的产品评测而闻名，在科技爱好者中享有很高的声誉。Brownlee 对于 AI Pin 的观点更为直接，他将评测视频命名为 The worst product I've ever reviewed. For now, 即 AI Pin 是目前他评测过最糟糕的产品。在视频中，他详细讨论了 AI Pin 的多个缺陷，包括反应缓慢且存在幻觉的 AI、糟糕的电池寿命、鸡肋的投影交互、缺乏应用的生态以及昂贵的售价。而其订阅费甚至高于 OpenAI ChatGPT Plus 的每月$20。此视频发布后，引发了社交媒体上的一场风暴。一些评论者批评 Brownlee 的影响力可能不公正地对 Humane 造成了负面影响。例如，前 AWS 工程师 Daniel Vassallo 在社交平台 X 上指出 ，Brownlee 的巨大影响力应当被更严谨地使用。他认为 Brownlee 惊悚的标题可能会无意中扼杀创新。科技博主 Alex Finn 发帖称 ，MKBHD 在41秒内使一家公司破产，这段视频将成为 Humane 的墓碑。Superlocal 的 CEO Alex Kerr 称，这篇评论对 Humane 的未来是毁灭性的，并补充说，最受信任的科技评论家说这是他评测过的最糟糕的产品，将会摧毁销售。但是，也有观点认为，作为一个独立评论家 ，Brownlee 有责任向公众传达他的真实观点，即使这些观点可能对被评测的公司产生负面影响。Brownlee 在后续回应视频中也坚持认为，他的职责是提供诚实的产品评价，而不是考虑其可能对公司造成的影响。Brownlee 此前对另一家上市公司 Fisker 的评测也引发了类似的争议。这位 YouTuber 还被指责煽动了电动汽车创业公司 Fisker 的衰落与股价下跌。他在上个月以类似的标题负面评价了 Fisker Ocean 汽车，这是我评测过的最糟糕的汽车。Brownlee 发布评论后 ，Fisker 裁员了15%的员工，并停止了生产。但在 Brownlee 表示 Fisker Ocean 是他评测过的最糟糕的汽车之前 ，Fisker 已经开始自由落体。事实上，当时他在一份监管文件中透露，其银行账户中仅剩$1.21亿。此外，在 MKBHD 评论的前一个月，联邦安全监管机构开始调查 Fisker Ocean 关于刹车性能不佳的投诉。Ocean 的驾驶者已经数月向 Fisker 抱怨刹车性能不佳、钥匙链故障和突然动力丧失。一位客户写信给 Fisker， 表示，当他们的汽车在洛杉矶的405号高速公路上突然失去动力时，他们非常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
在 Marques Brownlee 的事件中，我们看到了头部媒体在当今科技文化和商业中所扮演的复杂角色，以及他们与企业、消费者之间可能产生的利益冲突。NSL 认为，保持独立观点和公正评论，对于引导消费者选择、推动行业进步，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同时，面对不同状态的企业时，媒体的角色和责任应有所区别。对于具有显著影响力的媒体，如 MKBHD， 在未来遇到类似情况时，可以采取更加灵活的策略。在处理不同类型企业时，媒体可以根据企业的发展阶段和市场影响力来调整其批评的尺度和角度，既要鼓励创新和成长，也要对大型有影响力的企业进行适度监督。对于资源有限且市场地位尚未稳固的初创企业，过于严苛的评价可能会不公平地影响他们的成长和发展机会。相反，对于已具有一定规模和市场影响力的企业，媒体无需过度宽容，应让市场和消费者的选择来决定这些公司的产品和服务是否成功。特别的，对于上市企业，头部媒体在进行评价和报道时，需要通过建立 SOP 规避利益冲突，以确保其评论的公正性和客观性。这不仅有助于保护消费者与投资者的利益，也有助于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另一方面，回到 Humane 这家创业公司， NSL 认为保持谦逊对创业公司至关重要。Humane 曾多次强调自己的产品可以杀死智能手机，其演示视频从现在来看存在着夸大宣传的嫌疑。这种错误的营销与公关战略为市场设置了过高的期待。尽管其预售表现优异，不到1个月就超过了450万台，而产品一旦正式交付，口碑崩塌在所难免。目前市场上主打 AI 概念的便携设备并不少见，除掉一些售价甚至不到$100的过于低廉的伪 AI 产品，从技术角度分析，大多数产品的核心依然依赖于 OpenAI、Gemini 等第三方大型语言模型服务。这些设备需要将数据发送到云端进行处理，然后再接收传回的结果。这一过程的高延迟问题难以解决，同时也对网络环境有较高的要求。其硬件通常只作为收集命令和传达结果的终端，并没有过高的技术门槛。现有的主流智能手机在这方面甚至表现得更为优秀。AI Pin 对多模态交互的尝试虽值得肯定，但由于其功能定位和当前技术的限制，电池容量小、生产成本高的问题在短期内难以根本解决。此外，由于大型语言模型的研发壁垒极高，大多数硬件制造商难以将这一利润远高于硬件本身的领域纳入自己的盈利范围。加之目前终端系统尚未形成成熟的软件生态，这使得公司的盈利前景难以预测。未来，通过在终端设备上部署本地模型，或者将部分计算能力通过边缘计算技术分担到终端设备上，可能成为一种降低延迟、增强用户体验的技术路线。苹果公司等手机制造商近年来在这方面的动向值得我们密切关注。由于我们并没有实际体验 AI Pin 或与相关人士进行直接交流，故无法对 Humane 的产品与公司运营做进一步的评价。但 Benjamin Sandofsky 的观点或许值得参考。作为行业内的观察者， Sandofsky 指出， Humane 在产品发布前就筹集了大量资金，但长时间未能推出任何实质性产品。虽然风险资本能为创业公司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但这种资金往往伴随着对快速回报的期望，这可能导致公司在没有充分验证其产品的情况下急于推向市场。这种压力可能导致公司做出过于激进的商业决策，从而影响产品的最终质量和公司的长期生存。Humane 可能一开始的研发重心是投影仪技术，而转向 AI 可能是近2年才做出的策略调整。如果他们真的一直设想一个以 AI 为首的体验，并且他们花了6年的时间只为了发布这样的产品，那么这比最后1分钟转向 AI 更加尴尬。
Humane 本应该更快地测试想法，推出最小可行产品，也就是 MVP， 而不是将一轮轮的融资作为赌注 all in 一个需要研发6年的产品。此外 Sandowski 认为 Humane 的管理团队可能由于他们在 Apple 的背景而过度自信，这可能影响了他们的决策质量。他们可能高估了自己在没有足够市场支持的情况下推动技术创新的能力。总的来说 Humane 的故事是一个关于现代科技创业、市场期望以及创新和商业现实之间微妙平衡的案例研究。它揭示了在高度竞争的科技行业中，如何在追求创新的同时，确保产品的实用性和商业可行性，是每一个创业公司都必须面对的挑战。您怎么看 Humane 与 Marcus Brownlee 的这次事件？欢迎在下方留言区或 NSL 的 Discord 社区理性讨论。